你知道曾洁的事情？晓得。走，细说说。还有几个毕业后没留在草原市的，光我晓得的都有7、8个。看来这家伙还真是没闲着。衣冠禽兽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怎么知道曾洁那么多破事儿啊？哎，不怕你笑话我，我上学时候的女朋友也遭他骗了啊！我前女友去上过他的一次大课，加了微信，被他约起去看啥子展，回来之后都5迷3道的，然后都背着我出去跟他吃饭。后来就这个曾洁啊，手段也不咋高明，也都是偏偏学生。上学那会儿男生普遍都穷，他的手段都是花些我们花不起的钱，都把那些女孩给迷晕了。他是不是专挑那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女孩下手？哎，你这么一说，还真的是哈。可是刚刚见的那几个女孩也不像是没钱的呀。现在好多人都一个毛病，都是在装，越没得钱越讲究穿戴，跟我以前一个德行。所以曾洁就专挑他们下手。哎，好像也有不一样的。我听说，只是听说哈，我们学校陈校长的女儿跟他也有点关系。校长的女儿好像叫陈雨禾，长得不错，在学校里头有个闲职。好像他跟曾洁的关系也不清不楚的，他肯定不属于那种经济条件差的。哎，哥们儿，你仔细想想，有没有跟这个陈雨禾比较熟的呀？我打听一下。好。哎，兄弟，你想搞曾洁，是不是他也骗了你女朋友啊？你上哪儿找的这哥们儿？我混进了草原大学的校友群，从里边认识的。哇，这哥们儿对曾洁可是恨之入骨，他的前女友还有他暗恋过的那些女孩，都跟曾洁有过关系。哎，晚上值班喝不了，接着说。所以你结论是什么？曾洁基本上就没闲过，他勾引的女生实在太多了。我相信啊，这个男生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，但这一部分女孩都有一个共性，家境都不好。对，这些女生，刘薇，包括我们之前查到的林芳，都是普通人。他玩弄抛弃的也是这些人，他靠着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再加上一些小恩小惠，诱骗这些年轻初入社会的女孩，还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好人。林芳应该不算吧？曾洁那会儿还没发达呢。但是他老婆还有你说的那个富婆，的确都是有钱人。还有陈雨禾啊，她是校长的女儿，她就是这样，对有利用价值的女人长期哄骗，对年轻好骗的女孩就玩弄抛弃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这已经不能叫渣了，这是坏。而且他很懂女孩的心理，所以他才挑这些比较单纯天真的女孩下手啊。他知道急于在社会上立足的女孩最需要的是什么，他知道怎么哄骗她们最有效。所以你觉得这些被哄骗的女孩浑然不觉，没有反抗，也没有报复，但是刘薇反抗。还有林芳，我一直觉得林芳的死跟曾洁脱不开关系。不能你觉得？我知道，讲证据。哦，对了，你给我发的信息里提到，曾洁读研期间去过日本。是啊，之前就有一个女孩子是被他骗去日本的。等会儿，读研？你说的那次带女生去日本是3、4年前，但其实他一共去了3次，前2次是在他读研期间。按理来说，那个时候他应该很穷，很缺钱，也就是和林芳在一起的时候。他不是和林芳一起去的，跟谁去的不知道，不过林芳没出过国。跑车富婆。哎，那你觉得曾洁有没有可能和富婆一起去？你不觉得你现在调查方向很混乱吗？你查曾洁那么多过去干嘛？调查这种事情就是要深入了解对方。如果我们清楚了曾洁的秉性，就能推导出他为什么实施犯罪的行为逻辑啊。我看你真是推理视频看多了。错，我不是看多了，我就是干这个的。虽然我目前的粉丝不太多，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专业呢。还有啊，我这个视频，等会儿，你看，粉丝来电。喂，锤子呀，啊，电话里不能说吗？那明天下午。行，好嘞。粉丝想见你。对于林芳，他有他的一些推断，还有逻辑分析，要跟我聊一聊。我明天下午过去找。厉害啊！这粉丝跟你一个专业的。我们都是业余的，你才是专业的，大神。哎呀，我要出去办事，顺便来喝杯咖啡，马上就走。
你跟我说干嘛？我又没约你。这不是碰巧遇见了吗？我每天都在这儿，遇见我有这么巧吗？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？你问，我不一定答。你每天这么出来，你老公都不管你的吗？他就那么放心你啊？我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不应该让人放心吗？啊，那你也这么放心他？我和我先生的事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先生是艺术家，是草荣大学最年轻的教授，崇拜他、喜欢他的女人自然会有很多。你不介意？我会介意别人比我好，有必要介意别人不如我吗？有道理。你问这个问题是对我先生感兴趣，还是对我感兴趣啊？我就随便问问。那我也随便问问。上次你好像提过，你前女友失踪了，现在找到没有？你好像说过你对她也没什么感情了，对吧？对，你记性真好。但是我还在找。为什么？我不希望他就这么无缘无故的消失了，是不希望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在我的生活中消失，真无所谓。你老公会来这儿找你吗？你最好回避一下，免得我还要解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在附近办事儿，就顺路来看看你。还有朋友啊？一杯手冲，一杯冰拿铁，有时候我还会点一杯牛奶，坐一下午呢，经常喝好几杯。要喝自己点。平时都是一个人坐这儿啊？当然是一个人，不一定都坐这儿。也没约朋友什么的？约朋友干嘛？帮我推轮椅啊？我不也是怕你无聊吗？其实你平时可以叫一些你的闺蜜啊，陪你逛逛街什么的。我都不想带着自己这个累赘，哪好意思再麻烦别人啊？所以最近你都是一个人，没见过别人。咖啡厅里有店员有客人，我在路上也和无数人擦肩而过，怎么可能没见过别人呢？我是想说啊，曾杰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直接点吧。前段时间，你突然就提起了刘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突然想起他。怎么就突然想起他了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忘了这件事吧。以后谁要是再提起来，就当是不想过了。这个烂事就烂肚子里吧。不想过了，
我只是好奇，一个1年多都没有提起过的人，怎么就突然想起来了？到底是什么事刺激你想起来了？还是有什么人让你想起来了呢？别气嘛，我只是没想明白，我也不想提起他。那你还提？刘薇之前有个男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知道，刘薇跟我说过，她之前男朋友是一个做视频的博主，叫大灰灰。做什么视频的？要不要我去看看？总归那件事是解决了，不可能再成为我们俩之间的疙瘩。再提他，对你，对我，可倒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今天是你提的，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再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。影响了吗？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值得被影响的？曾洁，我并不觉得你真的在意我们的生活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影响了你的生活？我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在工作，没什么可影响。那就好，希望不要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了曾教授的工作。我说错了，曾副教授。急死了！该忙你就去忙吧，别耽误工作。谢谢你顺路来看我。晚点还要再来接你吗？你晚上不应该在工作室加班吗？不用麻烦你。好，我去帮你把单买了。他天天都来这儿吗？是啊，每次都是一个人。对。牛不？用得着这么刺激，弄得跟偷情似的。你几点有事？我晚一点也问题不大。好，那我们聊聊。聊什么？把衣服换了，换个地方聊。去哪儿啊？我先生在路边停车，你看到了，你认识他，你在调查他，你接近我也是为了调查他。是。你前女友叫刘薇对吧？她和我先生是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确定他们有关系。刘薇告诉你的？我自己分析的。这是一件我先生获奖作品的模仿品。这是刘薇做的。我虽然不懂陶艺，但这个瓷盘做得很差，所以刘薇不可能是我先生的学生。他不是啊，但是他跟我说过一些话，追求完美，趋于完美，陶艺不能有尊严。根据我的逻辑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个给他那些观念的。可能他听过我先生的课或者讲座。可他失踪后不久，曾洁在水源村的工作室就失火了，烧得一干二净。我先生工作室失火那天，我在现场，确实是个意外。意外是可以制造出来的。没错，但那天好多朋友都在，他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纵火。我冒昧的去拜访过你先生，但是什么都没查到。可小薇确实失踪了，我不得不从曾洁开始下手追查，所以我知道他很多事情。
很多事情。对，他在婚内有过多次出轨。这么说吧，他基本上没闲过。他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的家世，他是为了你们家的钱。我父母确实比较富裕，他只能靠自己白手起家，很多人都这么觉得。你跟我说过你跟曾杰相识的过程，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他刻意营造和展现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让你一步步接受。按你这么说，我岂不是非常愚蠢？又或者说，曾杰非常的高明。你知道林芳吗？谁？你不知道？她是画家村的业务员，条件一般。她是曾杰之前的女朋友，又或者说，是他之前的老婆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在农村，结婚前都要摆酒，这你能明白吧？哎好，哎呦，来来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吃，好嘞，好。来，大家吃喜糖。哎，吃喜糖，来。看来你是真不知道。我查过了，林芳已经死了，她死亡的时间正好是你和曾杰刚开始恋爱的阶段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有事，其实是要去见一个可能知道林芳情况的人。我不相信一个年轻健康的女孩会突然死。如果林芳的死和曾杰有关，那我可以更加确认，小薇的失踪也一定和曾杰有关。为什么不报警？这些都是我的推断，我没有证据。所以你凭空推断，我先生是一个杀人犯，还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？我还有一个推断，曾杰是一个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山村的人，他白手起家，想要逆袭改命。在你之前，他认识了一个开跑车的富婆，这个人我还在查，但很显然，他和这个富婆并没有走下去。之后他认识了你，和你结婚，他可以在经济上得到你们家的帮助。从一个普通的大学助教一跃成为知名的青年艺术家，他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你。他跟你没什么感情，所以结了婚之后，他在外面不断的有各种女人。最早你还是健全的人，他不敢太过放肆，怕你发现。也就是在那个阶段，小薇认识了他。小薇性格刚烈，不甘心被他玩弄，所以他不得已下了手。在那之后，他越来越觉得你的存在影响他在外面拈花惹草，所以曾杰工作室失火的那晚，在消防队的报告中，他说他先去3楼找了你，那是因为他以为你在3楼。幸好你不在，如果你在呢，他是会助你脱险，还是阻拦你脱险？要知道，曾杰可是有全套的逃生防火装置的，平常人谁会准备的那么齐全？你从火场中逃过一劫，没过多久你又遇上了车祸。你说过，出车祸之前是他拿车去保养的，对吧？这几天跟你接触啊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。我原本想将所有事情全都查清楚，再完完本本的告诉你。大灰灰，谢谢你为我考虑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你不了解曾杰，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人。可怕的是你身在局中而不知道真相。我是个残废人，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。如果真相真的这么残酷，那我宁可活在假象里。真的吗？你之前一直叫他先生，可是刚刚你叫了他曾杰，这说明你从心底里已经开始相信我说的是真相。大灰灰，我从心里不希望失去你这个朋友。你应该也知道，现在的我根本就没有朋友。曾杰有胃病，对吧？你的调查出错了，他的胃怕是比我还好。明天你还会出现在咖啡厅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让我想一想。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个认为我先生是杀人犯，还在调查我先生的人。
如果明天我没有去咖啡厅，大灰灰，那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多给我一次机会吧，2天。如果2天你都没出现在咖啡厅，我绝不再打扰你。他说他是林芳的同学，但是林芳小学在村里头，初中在镇上，他的同学都是作为几个镇的，根本就没得这个人，所以啊，就是骗人的噻。哎，但是哦，他穿个那样的衣服，我紧张的很。到底什么人啊？我哪个晓得嘛？最近啊，我在学校评级呢。那就对了，一定是你的对头在搞你噻。可笑，我这事有什么可搞的呀？好，要是那个说的话，那下次再有啥子事情，我就有啥子说啥子了。那你昨天跟他怎么说的呀？他晓得你跟林芳摆酒席的事。不过我说了，摆酒席跟扯证不一样。还有哦，别个我妹儿早就分居了，她都失去有好多年了，病死嘞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不过他今天早上又给我打电话，说明天还想再约我谈一下噻。肯定是找到啥子了吧？你想哦，前几天我还认不到他，这不还是在老家找到我了？奇怪，我跟小芳的事儿都已经过去4、5年了。现在我身边的人不应该知道这事儿。要是别个晓得你办过酒席的事，对你那个学校里头那个啥子评级有影响不？不会，影响不大。那要是你婆娘晓得嘞，也没什么事儿。那别个都是来查林芳咋个死的。哥，小芳，你知道的，她心脏病了。心脏病啊？不是我说的吗？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怕喽？不是怕。哎呀，哥，你说这么多年了，该做的我也都做到了呀。我晓得，你是我妹弟儿，我做啥子事情不都得照到你没？对，再说我这不是有事情都来找你了没？是哥。哥，你好好跟我讲讲，那个人到底什么样啊？他是穿个黑色，有点脸色，这个地方带个拉链儿，看上去也就30多岁，个儿头不高，看起来很精神。哥，你看一眼，是不是这个人？哎呀，不晓得了，记不着了。我前些阵子不是刚给你弄了10万块钱吗？那是修房子的。不过，我想搞个葬业，搞个养殖场，你觉得咋个样？要多少
前期投入大概30-50个，还差多少？嗨，不用你喊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别啊，哥，你看，你这创业啊，我肯定得支持你啊。这钱就当我给你投资了啊。最近我手头的确不宽裕。过会儿我再给你转5万。手机。都是这个人。哟，对头，都是这个人，你晓得啊？哦，不认识他，但是他的确最近一直在找我麻烦。奇怪，他怎么会查到林芳的事儿？林芳的事，除了你我，还有哪个晓得？华家村的人应该知道，可这事儿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他哪来这么大本事把这事儿翻出来？哎呦，不都是摆个酒席吗？你不说没得事情吗？就怕他死盯着，万一呢？这是2万，我还得换张卡。他肯定是查到我曾经在华家村打过工，这事儿的确不是秘密。他肯定去了华家村，肯定有人得罪了。那他们要是再来找你，哎呀，我晓得咋个说，我好久怀过你的事情了，我永远是你哥。你把后面那个包打开。娟姐，这我……你不是要凑40万吗？你一张张的画，等画好了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不，娟姐。我怎么能拿您这么多钱啊？这钱不在乎多不多，而在乎及时不及时。过几年你就会发现，这40万根本就不算什么，但是现在就能逼死。给你做了山药粥，这2天胃好点没有？加了一点排骨，趁热赶紧吃了。哦，这个给你。我跟老板预支了2个月工资，还有之前攒的一丢丢钱，你先拿到去。
这2天医院不是催你老汉交钱的吗？你先顶一下嘛。我打算回家跟我哥商量一下，老家的房子应该还能卖个几万块。没得事，都会过去的。以后都会好嘞。一定会。晚上我要去到学校见2老师，不临时。要我陪你去吗？不要，晚上我住宿舍，不回来了。要好好睡觉。那，给你水。又胃疼。你说你这么年轻，怎么胃会这么差呀？可能是昨天吃了海鲜吧。你这个胃可要治啊，老治不好，好多好吃的你都吃不了。把你的护照号发给我。啊，我还没有护照呢。那你明天就去办一下吧。办好之后呢，我找人给你弄签证，月底带你去日本。嗯，我们去日本干嘛呀？去吃生鱼片啊。日本啊，是全世界得胃病最多人的地方，他们治胃病的水平很高。我带你去治一下。你说你老是这么疼，也很烦人的。哦哦，给你，刚出的新款。娟姐，我自己的还能用呢。能用和用好的，它是一回事儿。哦，好。说话呢，你把这几个圈圈这个结构拍出来，这个圈圈这个结构。因为，这次怪我，不好意思。不知道咋演了。冲突就会产生破裂，所以冲突越大，破裂也就越大。就像这堵裂开的墙。不好意思，我说错词儿了，差了句，不好意思吧。后来从别人那知道，在我小的时候，在我2岁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再来一次，说错了。好吧。我约了朋友周末去泡温泉，咱们一起。去哪儿？我这个人什么时候给你惹过事、添过乱？昨天也不知道是谁被，sorry， 再来。郑姐有先天的那个胃病，我妹儿总是换着花样的给她做什么小米粥。南瓜山药小米粥，再来一遍。我妹儿总是换着花样给她做小米粥、山药粥、大米粥，什么来着？换着花样给她做啥子小米粥、南瓜粥、山药粥、排骨汤。哎呀！也是秀光的嘞。不过，我想搞个正面，搞杨子场，你觉得咋样？要多少？先起投入的话得30-50万，差多少？老爸住院，家里现在是1分钱都借不到。40万。
上哪儿用呢？先盯一下嘛。我打算回家跟我哥商量一下，老家这房子应该还能卖个几万块。